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讨论 KVK 的地图啦。但是这里所谓的讨论 KVK 地图呢，是讲征服赛季的地图啦。KVK 1到 KVK 3的地图我们是不讨论的，主要是我们也没有得选，系统会自动让你去打 KVK 1到 KVK 3的地图，只有到征服赛季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选择。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地图呢？就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参加过这么多的地图里面，哪一些地图是好的，哪一些是比较糟糕的，又或者是哪一些地图是专门给有花钱的玩家而已。因为实不相瞒，这里的地图全部我都有参加过，并且就连这里界面上没有出现到的地图我都有参加过。可能有些玩家没有发现到有一些地图是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列表。这里我们会做一个排行榜啊，就包括好、一般、花钱的玩家所玩的地图、糟糕的地图，还有垃圾地图。为什么会有这个垃圾选项呢？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首先第一个地图，相信多数玩家应该没有看过，这个就是步步为营。那步步为营其实在游戏之中呢是已经消失的地图，就是你们已经看不到了，甚至你们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去报名参加了。为什么这个地图会被移除掉呢？主要是这个地图的机制是非常糟糕的。首先第一点，在这个步步为营之中呢，我们如果要签成的话，不是说随便就可以签成了，我们必须要先放地基之后才可以签成过去。就是讲，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游戏方式，就是随机签成去玩这个剧本的话，是完全不行的。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这边规则有讲到，只有在我们原本关卡4之内的领土可以用到签成，但是如果你出到外面关卡4，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再用到签成了，因为你必须要先放了地基之后才可以签成。就算它还是有改了版本，原本修建的时间是4个小时变成2个小时，然后从原本升级的时间从4个小时变成30分钟，第一机签成的时间由4个小时降低1个小时，签成冷却的时间由3天变成24小时也好，这个时间还是很漫长的，玩家需要等待很久的时间，玩家从一个点走到另外一个点也是距离很远的，就是你根本不是感觉到你在玩自由行军的游戏，它是比较偏向于比较旧款的 SLG 游戏，就是回合制，一步一步慢慢去打，但是这个并不是万国觉醒玩家想要的东西，所以玩家才会这么讨厌这个地图，甚至那时候玩家抗议到直接上到万国觉醒他们的总部，也就是莉莉丝的公司去跟他们投诉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一次之后呢，这个地图就没有再开放过了。这个地图我只能给它垃圾的位置，是真的垃圾。再来下一个地图就是尼罗河之王，我觉得尼罗河之王是可以直接放在糟糕的地图，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图它的皇庭太小了，战斗的时间很少。如果你只是想着说你想要去耕田，你想要去休息的话，你是可以报名这个地图。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你花了这么多钱去培养你的装备、军器、买资源、买加速，你想要一场真正的战斗的话，这个地图是不适合你的，战斗时间真的太短了。还有就是它的组队模式也是挺麻烦的，就是你必须要找其他的队友跟你组队才可以匹配成功。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地图呢，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给合并王国去报名的，就变成说现在多数玩家都没有办法去选择这个地图来报名了。主要还是玩法的问题啊，我是觉得这个地图比较单调一点呢，太过无聊了，所以我把它放在糟糕的位置。下一个特洛伊战歌，其实我对于这个地图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虽然有看到不少玩家觉得说啊这个地图不好啊，这个地图很糟糕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好玩的。主要这个地图真的有其他特色，就比方说像木马，它可以移动到一个地方，然后去建立让你们进攻的速度变快了，又有不同的策略玩法，而且还有神明的祝福，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帧率去提升。再加上近期官方推出了公告说他们会改这个剧本的一些调整，就比方说神明祝福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图之后应该会更好玩。但是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王国人数差距很大的话，其实会影响 KVK 的结果，就比方说如果对方人数比较多的话，很大概率他可能会赢，他的王国比较活跃，可
很大可能会赢，但是它这个是体现在你的王国活跃度而已，还有人数。假设说你很有钱，你的玩家全部都有买礼包的话，就不会太大的影响到这场 KVK。主要是它的玩法比较新颖一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图是好玩的。下一个地图凶兵兼程，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图也算是比较糟糕的，主要是它的玩法就是把其他的地图有的特色融入到这个地图里面去而已。就比方说在这个地图里面是有密室的，在这个地图里面也是有助阵技能的，就是你可以带一些技能去辅助你的队伍。再来它比较糟糕的地方就是它的地图设计，就是你们可以在这个地图上看到很明显的问题它下面这边的阵营呢就是会大乱斗打起来，然后上面这两个阵营呢一定是要变成敌对关系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左右这样子打，当然也可以左右然后下面这两个阵营交换之类的也是可以，但是你肯定是左右打，你没有办法上下打。如果你真的上下打的话，就变成说这边的营地他们会比较有优势，他们领土比较大，他们拿到的门口也会比较多，有4个门口。之前我玩这个地图的时候，就是960跟1093在打这一场 KVK， 它这个地形也是很糟糕，中间会有一个山挡着，所以不管怎样就是会分开的。然后下面这边阵营呢就是大乱斗，有可能在黄庭之前就已经分出胜负了。最主要还是门口的位置那假设说你下面的盟友他们比较弱的话，有很大可能4个门口都是由敌人给拿下，然后你上面剩下1个门口而已。当你出去的时候就是被全面加工，对面有5个门口，你只有1个门口，这样子你根本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圣城。而且它这个地图里面还有护盾就是有一点像11世纪里面的一些技能这样子，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地图里面没有太多的特色，所以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玩这个地图的。当然或许有一些玩家是喜欢所以我只能把它放在 normal 的地图下一个精兵伐谋，你们的每个不同的兵种有自己的特色，就比方说步兵会比较硬一点，工兵会比较进攻强一点，只有骑兵它的玩法是比较多元化，比较有策略性，它可以隐形，可以跑得比较快。工程车的话也是可以像强攻劲弩这样子变成远程的尖塔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地图之中骑兵有一点太 OP 了，它设计到太强了，而且它还有这个联盟的科技，整体来说是可以接受啦，没有到很糟糕的程度，但是就是会有一点偏向于如果你是使用骑兵的话，其实你会更强一点。但是它的地图设计其实是属于比较公平一点的，我是觉得说这个地图可以放在一般我没有到很喜欢这个地图，但是它的可玩性还是可以接受的。最主要还是不太平衡的问题就是骑兵、步兵、工兵、工程车的问题。下一个强攻劲弩，其实我是蛮喜欢玩强攻劲弩，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就是你一般的玩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远程的玩法，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不少的玩家就是他们觉得说近战的部队出来的报告不好看，所以有很多玩家他们都选择远程攻击没有人再选择近战了，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然后玩家没有办法去推进。那时候我给的反馈也是讲最好是限制玩家可以使用多少个队伍转换成远程会比较好一点，不然你在这个地图上战斗的时间会拉得越来越长，没有办法推进。所以给我选择的话我会放在一般，虽然我是蛮喜欢这个地图但是放在一般会比较合适。再加上现在其实有蛮多玩家都开始使用远程了，它这个地图主要的用途呢是让玩家可以去习惯远程的玩法而已，所以它的初衷是这样子。那现在如果你是讲有没有玩家去选择这个地图呢，其实会比较少一点。其实我有点想要把它放在一般跟糟糕的位置我是觉得如果比较起尼罗河之王呢，它算是不错的地图，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般的地图。下一个八方逐鹿，八方逐鹿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就是你可以从头战斗到尾，关卡是开放到黄庭为止都是一直持续在战斗了，但可惜的就是现在八方逐鹿很难凑齐8个阵营了，可以看到基本上好像没有匹配成功的八方逐鹿地图现在都是其他的地图就比方说4个阵营的、6个阵营的，甚至6个阵营的地图都很难匹配成功。我是希望剩下我在万国觉醒的日子还有机会看到先锋王国打八方逐鹿的地图因为这个地图是真的很好玩，而且这个地图也比较单纯一点就是在这个地图之中没有讲有什么兵法卡有没有什么助阵技能密室之类的，就是单纯你的部队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军器，有什么装备提升，水晶科技怎样的提升，它就是用
用回你原本基础的敌声。虽然如果有花钱的玩家跟没有花钱的玩家会有一点差距，但是至少大家都是一样，不会因为说你有助阵技能，你有额外其他的统帅都已经觉醒了，你就会变得更强。所以八方逐鹿在我心目中呢，依旧还是 top 1的地图，我是很喜欢这个地图，甚至是比起特洛伊战歌还要更好玩的。再来兵无常势，兵无常势其实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它的地图分配不均匀。这个问题我都一直在强调了，就是你一定要旁边这两个对打，然后中间这两个阵营是最弱的，这两个阵营也是要对打，上下合作的话是会比较公平一点。但是如果左右合作的话，中间的阵营可能会被打得很惨，有可能会被这边欺负，也有可能会被这里欺负，就是他这个分配方式我就觉得不太合理。而且我对于他的评价不好，主要就是因为之前960跟93打 KVK 的时候，他们把93放这个位置，960放这个位置，然后上面就是放2605，就变成说960要打2605，然后进到了皇庭又要打1093，在关卡期的时候也是要跟他们交战，这个就是我最烦的地方，它很难匹配到比较均匀的地图除非是真的有很多先锋王国同时间报名 KVK 啦。所以对于我个人的评价，我觉得它可以放在一般或者是糟糕的位置，因为它这个地图呢比较单调一点，它没有这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比方说兵法卡啊，或者是助阵技能，它只有密室而已，就是你可以把统帅它从原本骑兵转换成步兵，或者是转换成工兵这样子，这个是比较单纯的玩法啦。但是对于它的地图设计来讲，我只能把它放在糟糕的位置，我是真的不太喜欢它地图设计，太不公平了。下一个神级妙册是我少数觉得比较喜欢的地图，因为神级妙册它主要是用兵法卡，而且它的地图也是分配得挺均匀的，就是你一定会跟左跟右边打起来，上下也可以对打，然后大家可以拿到的门口位置呢几乎是差不多的，就是你一定会进来这个区域，对方也是会进来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左右打，可以上下合作也可以左右合作，而且兵法卡的影响也不会太大，不会说你用了兵法卡之后你就一定可以打败对面的玩家，差距不会这么大，但是人数上面还是会有影响啊，这个没有办法。对于 F2P 来说，这个地图其实是蛮友善的，所以如果给我选的话，我会把它放在好的位置。下一个奥尔良紫薇，这个肯定是 Pay to Win 的，因为它有3个助阵技能，如果你是一般的玩家，你统帅没有这么多觉醒的话，你玩这个地图只是对你来说比较痛苦而已。因为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本身那些有花钱去购买水晶的玩家，他们已经可以出到7队了，7队里面又再额外加3个助阵技能在每个队伍里面，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到底是有多强。一般到了皇庭这种玩家去围旗帜的时候，你作为驻防是真的很痛的，所以如果你是有花钱的玩家，你玩这个地图是最好的，你是玩得很开心的。下一个英雄战歌，我觉得只能放一般了，主要是这个地图太过于无聊了，没有什么战斗的机会，只有关卡4、关卡7还有皇庭，甚至有一些王国就连关卡4都不出去打架。那既然都说到英雄战歌了，我觉得11世一也是差不多，但是其实我有点想要把11世一放在糟糕的位置，主要就是这个地图里面它还有一些时期啊，就比方说护盾的旗帜啊，或者是有箭塔的旗帜之类的，当然有好玩也有不好玩啊，所以我只能把它放在一般的位置。对我来说，我对这2个地图并不是特别喜欢。下一个地图就是不列颠之王，也是要放在 Pay to Win 的地图，因为你们有花钱跟没有花钱是真的差距很大，你们在荣誉决斗那边的分数排名会差很远，甚至有玩家都不想要去接受你，如果你的装备军器不够好的情况下，你的分数不够高的情况下，都没有人要接受你。当然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们前置分数拿比较高的王国，就可以自己去选择你们要在哪一个阵营作为自己的出生点，然后它不同的阵营的提升又不一样，就比方说如果你是拿第1名前置的王国，你可能就可以选择诺森布里亚的提升，它的提升会比较高比较强一点，就是有不公平的问题存在啦。但这些问题都是受到钱的影响，只要你的王国玩家有钱，可以提升很高的战力，装备军器都很好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一直打败对方，并且地图也是属于比较单调的部分吧，因为它只有4个阵营而已，所以也不算特别好玩啦。最后一个沙场点兵，我只能放在垃圾的位置，因为我是亲身经历沙场点兵第一次推出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你在这个地图上走路的时间比你打仗的时间还要长，尽管我那个账号是已经全部都是骑兵了，但是我还是要花大概15到20分钟走到战场去那边打架。它这个地图最好笑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随机签城，你只能签
牵程到指定的位置，甚至我还有专门开了一个相册是放这个地图，是去吐槽这个地图。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就知道，脑残跑步模拟器吗？我都在那边骂了，你只能牵程在绿色的位置，那其他的位置你是没有办法去牵程的，并且我们没有办法随机牵程嘛，就是你的家在这边，战场在这边，你必须要从这边走到这边打架，打死了之后回去，再重新走到这边打架，再死回去。这个地图就是这样子，跑步模拟器。虽然我是挺喜欢这个地图的威望值计算方式，就是你打架越多的玩家，你就可以拿到越多的威望值，你就越有可能去拿到更加多的奖励。但是它这个地图的设计就是脑残的地图，而且你必须要一直跑来这边拿一些风沙堡垒之类的，你不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进攻这个地方的门口去打这边的关卡。反正这个地图就是有很多让人无语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可以接受，但是他要改一改，就是让玩家可以随机牵程啊，否则他这样子的玩法可能玩家都玩不下去了。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们也可以看到了，他已经没有出现在这边地图的选项里面，你们就知道什么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一张地图真的太垃圾了，所以没有人想要去玩这张地图了。反正对我来说，这个地图的评价是真的很糟糕的，所以今天我做出来的评价大概是这样子，有3个地图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有5个地图我觉得一般，2个地图是专属于给有花钱的玩家，2个地图是比较糟糕的，还有最后2个地图是垃圾，但是你们也没有机会去碰到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是已经移除掉了的。 OK，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啦。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征服赛季的地图剧本个人看法，当然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心目中最喜欢的地图是哪一个，你觉得最烂的地图又是哪一个呢？因为我相信有多数玩家跟我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有可能会觉得特洛伊战歌跟神级妙车不是一个很好的地图，但是我觉得八方逐鹿是最好的地图，这个是无法撼动的，不管你怎样去否决我的说法也好，我都是觉得八方逐鹿这个地图是真的很好玩的。但还是那句啦，可惜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八方逐鹿的地图匹配成功了，太难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